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在哪儿吗？位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东至海参崴，全长9288公里，跨越8个时区。这是当前世界上最长的连续火车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是深度了解俄罗斯的一种方式。我和搭子决定用7天7夜的时间，一次通关这条铁路。青春没有售价，火车横穿欧亚。Hello， 大家好，我是Sir。我现在是在海参崴火车站，这是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今天我就要乘坐火车前往这条铁路的另一个终点站莫斯科，一共会持续7天7夜的时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路上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从海参崴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不是很容易买到，因为中间的站点太多了。想要全程不中转一站到底，一般至少需要提前1周左右购买。俄罗斯的火车票价格是浮动的，类似于国内的机票，价格随时调整，一般越早购买越划算。2020年，徐峥的电影《囧妈》上映之后，西伯利亚铁路的中国支线曾经爆火过一段时间。从北京坐火车穿越蒙古国，直达莫斯科的火车旅程，经常一票难求。这个车6天6夜都不能洗澡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个火车的车票比飞机票还要贵，你知道吗？这趟火车要开12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29块3毛6。你是这么算的？在俄罗斯买的票比在国内买要便宜很多。海参崴直达莫斯科的2等车厢票价折合人民币只要1000块钱左右，而在国内北京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价至少要4000多，据说那是中国最贵的火车票。买票支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俄罗斯的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差400卢布，于是我换了 Visa 和银联2张卡分别尝试，但是都没能支付成功。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受到经济制裁之后，他们原有的这些支付设备虽然还在使用，但是其实已经变成了单机版，不再能和国际支付系统联网。好在最后售票员帮我们修改了刷卡的金额，不够的部分我们另外用现金补充。Okay. Thank you. You're so nice. Have a good day. 海参崴火车站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这条全长9288公里的铁路修建于1891年，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它的建设难度在那个年代足以媲美一次太空漫步。通车之后的西伯利亚铁路与之前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铁路一起，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整个国家紧密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河流上架起了桥梁，从前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大城市。来自俄罗斯中部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那些新大陆一般的土地，沧海变桑田。沙皇俄国也由一个单一民族主体的欧洲国家，逐步变成了一个横跨欧亚2大洲、濒临3大洋、拥有194个民族的超级大帝国。上车饺子下车面。在启程坐火车之前，我和搭子出来吃晚饭。在海参崴核心区域的商业街里面，有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我们选的这家店，店门口挂了一幅老照片，照片上面是这家店历史的样貌。很明显，过去这里曾是一家华人商铺，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中国特色餐馆。上一期关于海参崴的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问，既然海参崴是中华故土，为什么在街上没有看到华人？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数量曾经一度达到过20多万，其中在海参崴这座城市，超过1半以上都是华人。早期海参崴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华人来建设的，但是后来苏联将华人视作其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华人进行了针对性的驱逐和打压，所以本地的很多华人都被驱逐去了其他地方，或者在当年被冠以间谍的名义肉体消灭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段时期的远东历史。You can more stronger. Okay, yeah, that's what I'm It's talking okay. about. 哦，好有仪式感。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俄罗斯的铁路过安检要拿出来所有的东西，手机也要提前放在桌子上，不能有任何的金属。海参崴的火车站下来之后，直接就是火车。检票是通过上车的列车员来操作的。Красавчик, проходите. OK，thank you。我们买到的是3等车厢票，这种车厢类似于国内的硬卧，开放式的车厢，没有隔离门，每个小车厢有6个床位，它们的床位只有上下2层，然后在侧面多出来一列纵向的床位。每个新上车的乘客会收到新发放的床单和枕套。俄罗斯使用的是宽体火车，比我们国内的火车空间要大一些。侧面的床位下铺是可以折叠的，白天不睡觉的时候可以切换成座椅模式。小孩姐 ，Hello。火车上的卫生间保持得挺干净的，每个小时都会有乘务员来打扫，没有异味，而且会有各种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小细节。车厢上配有淋浴间，可以洗热水澡。人生新体验，在火车上洗澡。现在火车窗外的温度大概零下20-30度，在行驶中的火车上洗热水澡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要是能在餐车再吃上一顿火锅，就更完美了。要有风，要有肉，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火车经过1夜的行驶，我们到达了伯利站。伯利是中国对这座城市的称呼。伯利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2江江口，是远东的咽喉之地，有点类似于陕西的潼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谁控制了伯利，就控制了远东。这里现在的俄语名称叫做哈巴洛夫斯克。哈巴洛夫斯克火车站广场有一个雕像，这是著名的侵华俄军头目哈巴洛夫本人。1649年，哈巴洛夫自费筹建了一支150人的武装小队，侵入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在一些村镇里面烧杀抢掠，并且给当时的沙皇绘制了远东地区的详细地图。在俄罗斯人的视角里面，哈巴洛夫是一个开拓远东新领土的探险家，所以他们在这里给他树立了巨大的雕像，并且将远东地区这座最大的城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火车在哈巴洛夫斯克站会停留70分钟，我们可以出站去买一些吃的。前面有一家 KFC。KFC 其实早在2022年就退出了俄罗斯，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俄罗斯本土的炸鸡连锁店，叫做罗斯蒂克 （Rostix）。据说现在俄罗斯境内的上千家肯德基店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改名，但是远东的这家店依旧使用的是旧的 KFC 的商标和包装纸。在店里吃完之后，我们又打包了一些回车厢，作为下午茶。我们现在正在穿过阿穆尔河。阿穆尔河是黑龙江在俄罗斯流域的名称。这条水产极其丰富的河流，以前曾是中国的内河，现在是流经蒙古、中国和俄罗斯3国的一条公共河流。Skies are blue. Go Birds.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do. Together, we will love the beach. Together, we will learn and teach. Together, change our pace of life. Together, we will work and thrive. I love you. I know you love me. I want you. How could I disagree? And that's why I make no protest. And you say you will do the rest. 刚上车的时候，我会对火车的晃动和嘈杂的声音感到不舒服，但是在火车上经过了1天1夜的时间，我逐渐习惯了这个节奏。Ой, ну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适应了火车上的环境之后，我们开始尝试结交新的朋友。在3等车厢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是一个接触身边的人、了解他们的好时机。在这趟列车上，来自俄罗斯各地的旅行者互相交换着各自的故事。好多小孩哥，他们应该都是一个球队的。Hello， 看字蛇。在我们的车厢，有一位从伯利上车的老太太，她向我们展示了她之前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的照片。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Бородино. Да. Oh, yeah. Вот как вам сказать? Этот храм построим. Почти. Давай. 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去拿他的照片拍一张牌。这次他是独自一人前往新西伯利亚，看望他在新西伯利亚工作的孙子。老人在车上一共跟我们相处了4天3夜的时间。4天3夜的行程里，老太太带了一些水果、牛奶、果酱以及点心作为零食。我和大志没有为这趟旅程提前准备任何的食物，我们都是在沿途各个停靠的站点临时购买。一路上，老人时常会给我们各种投喂，有时候是一些小点心，有时候是一些巧克力糖果。OK。这一站会停40分钟，我们跟老太太下去散散步。在隔壁车厢有几名军人，其中一位在俄乌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刚退下来，其他几位是他的陪同人员。在海参崴的街头，经常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征兵广告。俄罗斯动员士兵参战入伍，可以一次性拿到69万5千卢布的奖金，折合人民币大约5万4千块钱。参战期间的工资折合人民币约1万5每个月，能领几个月就看你的造化了。前段时间莫斯科音乐会的恐袭事件，被抓到的人说他们的佣金是100万卢布，很多中国人觉得这个数额很小，不可能有人因为这点钱就去卖命。其实就俄罗斯目前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额。火车在乌兰乌德站上来了几个中国人，他们在俄罗斯做机械配件的生意，出口中国的卡车和配件到俄罗斯。他们送了我一桶泡面，是从国内背到俄罗斯来的，这是家乡的味道。他们告诉我说，在俄罗斯做生意并不算很容易，因为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俄罗斯的普通人对中国人还是可以的，比较亲切。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好像没有多少要好的朋友。近现代以来，由于地缘政治将中俄两国在一些领域推到了一起。中国已经连续10几年是俄罗斯的第1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人总是温和、友善和开放的，希望两国之间的这种友谊能够持续下去。下午时间，我和搭子在车厢里面闲逛，我们试图走到火车车尾，去看看是否像徐峥电影里面演的那样有门可以出去外面。走到车尾，发现火车尾部是封住的。这边应该是软卧的车厢。软卧的车厢空间更大一些，有门。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主动和我们交流的俄罗斯大叔，他邀请我们品尝伏特加。喝完酒之后，我们试图做一些交流，但是我们互相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英语，我们也听不懂俄语，所以我们尝试用翻译机沟通。但是交流中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突然发怒，凶狠地说了一些什么，可能是喝多了，也可能是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妻子示意我们尽快离开。在这趟异国他乡的火车旅途中，每一次交谈都像是一次小型的探险。我尝试去理解他们，去感受他们的生活。这些陌生的个体让我认识到更大的世界。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摩擦，出现紧张的状况，但是不影响我会继续保持这种开放的状态，迎接这趟列车带给我们的每一次遇见和经历。户外温度的这个哈气，不管你有没有在抽烟，讲话的时候都像是在抽烟。
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大面积都是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只有每隔几个小时靠近站点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几分钟能联网。在火车上，我感觉我的时间好像多了起来，而且都是大块的完整时间。我选择用这些时间来去观赏窗外的风景，观察身边的乘客，以及思考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在这趟火车上，我发现旅行并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些风景，更重要的是换了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将自己从繁杂的世俗生活中抽离出来，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可以有机会慢下来，静下心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自己的灵魂归位。今天是我在这趟火车上的第3天了，从踏上这趟火车开始，我的生活节奏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是放在以前，这3天对我来讲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学习，我没有在做一些看起来很有收益的事情，我好像是在虚度我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的我觉得吃喝玩乐不是在虚度光阴，熬夜加班也不是什么意义非凡的事情。人生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追求完美结局的。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看日出、打游戏、晒太阳，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体验就是意义本身。只要你觉得开心，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在这趟行驶的火车上，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透过车窗去看外面风景的变化。我看到早上温暖的阳光洒在蜿蜒曲折的铁轨上，我看到白雪覆盖的俄罗斯民房闪列在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我看到傍晚的夕阳透过云层折射出美丽的霞光，我看到夜晚的群星闪耀，晚风摇动着车厢。时间在这里仿佛有了形状，它幻化成一节节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我喜欢这种每天睁开眼都是新世界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活在当下的状态，我喜欢这种能静下心来感受世界的机会。每个夜晚，当我躺在火车狭窄的铺位上，闭上眼睛，聆听火车车轮压过铁轨的声音，仿佛我正在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这趟列车治好了我的焦虑，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或许我们不能改变现实条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选择如何去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整场旅途。活在当下，面对自己，拥抱生活。在火车上的第4天，我们将要穿过大名鼎鼎的贝加尔湖地区。贝加尔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是无数中国人的理想北疆。传说中的苏武牧羊就发生在视频画面上的这片土地上。雪地又冰天，穷愁19年，可饮雪，鸡吞毡，牧羊北海边。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是，庄子的《逍遥游》里面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中的北冥指的也是贝加尔湖。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2个烧烤架，一个放糖，一个微辣。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涯！干杯！目前居住在贝加尔湖这一片地区的主要是布里亚特人，这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是游牧骑兵的一个部落，很早就在外贝加尔地区游牧，算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如今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地区，他们与中国的蒙古族有着相近的习俗。到这边开始，很多人会穿这种带皮毛的鞋，可能是他们的民族特色。据说清朝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源头就是布里亚特人。我的搭子有一部分布里亚特人的血统，
所以我们在车厢里很自然地和几个布里亚特年轻人交上了朋友。他们要从乌兰乌德前往伊尔库茨克站。我们在车厢里一起吃了一些食物，然后喝了一点酒，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俄罗斯的火车车厢里是不允许饮酒的，要饮酒只能去餐车。我想这个规定肯定有它背后的原因。乘警过来巡查车厢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所以幸免于难，但是搭子被带走了。我假装路过，然后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又是第一次被抓，所以火车乘警没有对我们进行处罚，只是进行了口头警告。警告的内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下次再抓到你们在车厢里喝酒，就把你屁股里的屎打出来 ，beat the shit out of your ass。于是我们转移到了餐车，买了一些伏特加继续喝。看他的酒单。伏特加是用土豆作为原料酿制出来的一种酒，经过蒸馏之后，先制成95度的酒精，然后再用蒸馏水稀释到40度左右。所以简单来说，伏特加就是酒精兑水，很纯净，除了酒精的香味之外，一点其他的味道都没有。喝起来酒精的味道非常浓，呛鼻子。咽下去之后，感觉从嘴到胃里面都有一股火焰在燃烧。酒精是男人的社交利器，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家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俄罗斯人有一个外号，叫做被伏特加统治的民族。爱喝酒是俄罗斯人的标签之一，但是他们喝醉之后的酒品并不算好。在这趟车厢里面，经常能看到喝醉之后大声喊叫的乘客。酒过三巡，他们想要抽烟，但是俄罗斯的火车车厢里是不允许抽烟的，所以和餐车乘务员产生了一些冲突，场面一度失控。一个还能保持理智的俄罗斯朋友说，他非常讨厌这种现象，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俄罗斯人整体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经常表现出来两种状态：正常情况下，热情、豪爽、友好、富有同情心，是那种可以全心全意对你好的朋友。然而一旦喝醉酒，他们又可能变得难以控制，暴躁、偏激，甚至破坏公共场所的秩序。我觉得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今天的俄罗斯。微品，微品。滚！滚！小扒菜喝多了，我靠，把他搞回来可不容易了。刚才给那个俄罗斯人送了一瓶水，两边都喝多了，那边喝哭了直接。每过一站都要检修一下，看看有没有冻住的东西。新的一天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开始。列车员们每到一站就会用锤子敲打火车的各个零件，检查是否结冰。西伯利亚的冬季常常是零下40多度的低温，而盛夏又常常有着零上30多度的高温，年温差相差70、80度。这对于火车的维护工作要求很高。这大哥穿着短袖和拖鞋就下来了，太猛了！现在室外温度应该零下30多度。西伯利亚是对乌拉尔山脉以东广大领土的总称，东至太平洋，北至北冰洋，南至中亚的北部，面积高达131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这部分领土面积甚至比我们国家领土的总面积还要大1/3。西伯利亚的狗长得像个熊一样。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它占据了地球总陆地面积的1/8，和14个国家接壤。普京大帝曾说，尽管俄罗斯领土辽阔，但并没有1寸土地是多余的。然而，这庞大的领土面积，相较于他们的治理能力来说，似乎不太匹配。以西伯利亚地区为例，尽管面积很大，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处于荒废状态，熊比人多，缺乏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穷小子住在一套500平的豪华别墅里，看似风光，可其实背地里连物业费、采暖费、家政费这些基本的生活成本都快付不起了，更别说再花钱装修了。所以他只好在别墅里找了几间最好的房间，草草收拾了一下，凑合住。剩下的房间直接大门一锁，堆点杂物，或者干脆就不管了。事实上，现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就类似于这样的杂物间。同时，俄罗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又不允许其他的国家过来共同开发建设，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局。Почему зарубежные люди богаче, чем мы? Мо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м не дают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и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как следует. Мы не можем получать нормальные зарплаты. То есть у нас моне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се уходит на Москву, и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делать, так сказать, мужика, который бы зарабатывал в регионе, что-то давал региону, привлекая зарубеж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У нас до Бога далеко, до царя еще дальше. Вот. Тяжело,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яжело. 在餐车点了一份盒饭，有一个西红柿，然后有一点鸡肉和米饭，还有一套餐具、一瓶水和一个面包。这些一共是477卢布，大概人民币40块钱，有点的寒酸，感觉比不上国内那个15块钱一份那个盒饭。这个表格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就差这些了，快要通关了。这些站都是已经走过去的了，再有2到3天就能到达莫斯科了。这趟7天7夜的西伯利亚火车之旅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火车上的时间还剩下了2天。第6天的早晨，我们到达了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第3大城市，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很多的重工业加工厂坐落在这里。新西伯利亚算是俄罗斯版的火车拉来的城市，是西伯利亚铁路最大的受益者。俄罗斯从远东开采的木材、矿石和原油，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新西伯利亚，在这里中转和加工之后，再输送到俄罗斯西部的其他城市。从这一站开始，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逐渐到站下车。Снегу везде много. Снегу везде полно. Где? В Красноярске. 在同一个车厢里跟我们相伴了5天的老太太到站了，我和搭子下去送她。下车之后，老太太请求其他人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一路上，老太太对我们很照顾。短暂的几天相处，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老太太的孙子从远东地区来到新西伯利亚工作，这是当今俄罗斯年轻人的一种常态。远东地区人口持续流出，搬去周边的大城市工作，好像在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资源在哪里，
年轻人就在哪里。我们将老太太送出了站台，离别之际，老太太分别给了我们一个长长的拥抱，然后说：“就送到这里吧，祝你们一路顺利。”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这么长时间的和俄罗斯人相处。在火车车厢里，很多时候我们语言沟通并不顺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信息的传递、情感的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只是依靠语言。来俄罗斯旅行之前，我脑海中的俄罗斯人有很多的标签：彪悍、酗酒、把熊当宠物、战斗民族等等。实际接触过很多俄罗斯人之后，我发现他们沉默的大多数人和我们沉默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本质区别，我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而人种、民族、国家这些预设的标签是后天人为添加的，用于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刚才在下面买了一个烤鸡腿，感觉好几天没有吃过这种大块的肉了，太馋了。齁咸。这个俄罗斯版的面包夹鸡排还可以，现做的。我们现在正在穿过乌拉尔山，从地图上看，乌拉尔山只是一条分隔亚洲和欧洲的曲线，而实际的乌拉尔山是一整片连绵的山脉，火车要走上半个下午。翻过乌拉尔山脉，进入欧洲区域，大城市逐渐多了起来，我们离莫斯科也越来越近了。要修地铁了。Kirov reporting。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基洛夫，就是那个基洛夫。红色警戒至今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那种铁甲的对抗让我着迷，那种生死一线的紧张和刺激感，是后来所有的其他游戏都不曾带给过我的。共和国之辉就是我童年游戏中的一抹白月光。Reinforcements have arrived. 没错，它是一款黑书游戏，无论是游戏背景、过场动画还是作战单位，都充斥着对苏联的抹黑，政治色彩浓厚。但就是这款游戏，建立起了我对苏联科技的好感，给我留下了华而不实美利坚、坚实可靠苏维埃的印象。今天一共是穿越了3个时区，所以今天是有26个小时，感觉这一天过得非常的漫长。当火车到达基洛夫的时候，我激动的一度要跳起来了，还愿了。基洛夫飞艇和基洛夫这座城市都是以苏联布尔什维克早期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的名字来命名的。他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后来他被暗杀，然后直接导致慈父发动了大清洗。当基洛夫飞艇的语音响起，战争进入下半场，每一名战士都将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一场血与火的决战。Unit lost. Mission accomplished. 盼望着，盼望着，天亮了，莫斯科的脚步更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街道活跃起来了，市场繁华起来了，人们的笑脸热烈起来了。最后一站，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到莫斯科了。
通关了这一页，其实还是有点不舍的。这一周在这趟车厢上住的挺舒服的。火车在穿过最后一站亚历山德罗夫之后，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到达的惊喜瞬间扫除了7天旅途的疲惫。我没拉东西吧？告别了在车厢里遇到的每一个朋友，我们终于踏上了莫斯科的土地。哇，这个雪有点厚啊！它这个路面也不清雪啊，走起来还挺费劲。还真有牵着狗坐火车的。这趟7天7夜的火车之旅终于到达了终点站，这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长的一次火车旅行。为什么要选择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呢？我想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能比火车更直接地了解俄罗斯。在这趟7天7夜的火车上，有从俄乌战场上退下来失去双腿的老兵，有苦恼于课业压力问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这样的中学生，有从海参崴出发5天4夜独自前往新西伯利亚看望外孙的80岁老太，有喝醉酒后满车厢乱晃大喊大叫的酒鬼，有邀请我们品尝伏特加的俄罗斯大叔，有在车厢里现场直播抓逃犯的场景，也有因为玩植物大战僵尸过不了关气到流泪的小朋友。旅途中还有什么比遇到这些更有趣的呢？7天7夜的时间里仿佛是处在另一个时空，窗外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化，有时是密集的白桦森林，有时是了无人烟的雪地，有时是连绵的山脉，有时是明亮的星空。这次旅行不仅仅是一次在地理上的穿越，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洗涤。火车的摇曳节奏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宁静，让我在这段旅程中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请问这个可以使用几天？我只需要使用5天。Can I help you? A nice shoes, recall. Thank you. You smoke? No, not now. Okay. 我出生在1995年之后，那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也早已改革开放，但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依然接触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在人教版的教材中有大量苏联文学的影子。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4折，装进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花了一个戈比买的。他想了一想，蘸一蘸墨水，写上地址，乡下，爷爷收。然后他抓抓脑袋，再想一想，添上几个字：康斯坦丁·马卡里奇。俄国的文学、电影和音乐总是会有一种沉重的寒冷感或者悲凉感，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和这片土地上总是充满了冰雪、荒凉和孤寂，饱受战争的摧残，政局的动乱。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塑造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它激励我们争分夺秒的学习和工作，力求在有限的生命里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后来我逐渐长大了一些，看了很多西方的电影，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谍战片总部都设在莫斯科。所以在我的印象中，
莫斯科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一样，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几座城市之一，是可以和整个西方世界相抗衡的大都市。数年之后，我终于站在了莫斯科的土地上，这里的土地冰冷且坚硬。到达莫斯科之后，我们先去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到哈尔滨了，家人们，跟莫斯科似的。红场现在完全就改造成了一片游乐场。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苏联的旗就是从这个位置降下来的，象征着一个时代结束了。旗的下面就是列宁的纪念堂，列宁现在仍然在水晶棺里面。第二天一早去瞻仰了列宁的遗体，然后和加加林的墓碑合了影。晚上我们去体验了莫斯科防空洞一般的地铁。还愿，还愿，一路上都是在验证之前对莫斯科那些模糊的想象。莫斯科是一座可爱的城市，每一个把心打开的人来到这里，都将收获无尽的惊喜和深深的感动。这里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让我们用一首普希金的诗作为对这段旅程的告别吧。身处异乡，我恪守着祖国的古老风俗，在和煦的春天的节日，让一只小鸟重获自由。我心里已感到几分满足，何苦对上帝抱怨命运？我能把自由作为礼物，赠给一个活着的生灵。